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n。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年危机。说起来呢，在我开始推广金鸡计划之前，会有这个计划，其实跟我当年遇到的中年危机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埋下了伏笔。那故事要说到西元2000年左右，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投资。当年我大学刚毕业，然后把打工存下来的积蓄呢，全部都投资基金。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成年了，要踏出社会，好像也要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做点规划，而理财当然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过老实说啦，当时做的功课不够，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很幸运，第一次投资就遇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网络科技大泡沫。当时美国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从高点一路下跌了大约 78%，整整跌了将近3年才算止跌，而我自己的投资也几乎是腰斩一半以上。好消息是，也因为这样，我反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也让我开始对投资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刚开始几年呢，我摸索了各种不同的投资方式，最后呢，慢慢在所谓的价值投资这个逻辑里面找到一些脉络和投资方法。不过真正让我重新思考风险管理还有资产配置这件事，是发生在2014年的9月份。那是一个对我人生影响非常大的时间点，因为在那个月我的第2个孩子出生了，同时我的妈妈也生病住院了，而我手上的投资组合在那个月也发生了大幅的下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原本我很看好的一家公司，它的股价走势居然不如预期，基本面也发生了变化。事后回头来看，其实是我们当时太乐观了。可是当下我并没有及时认赔停损出场，反而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例如说最近很忙要照顾家人，或者再等等看，等它反弹我们再出场。最后真的跌得真的很惨了，我才咬牙决定停损出场。这笔投资让我非常的损失惨重，或许也是因为在当下的环境面对的照顾家人的压力吧。而事后一算，我才发现当时我已经投资了10多年，累积的绩效居然还输给了大盘。这是一笔不及格的投资。什么叫做不及格呢？我常常跟学生说，我们在学校考试的时候，通常会以60分当作及格的标准。那投资呢？我们怎么知道投资人的绩效到底有没有及格？所以在投资上面，我们也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大盘指数。如果我们的投资表现从长期来看都落后大盘，那么就等于这些年我们自己做功课、看财报、选个股，甚至盯盘当冲，结果都不如大盘指数的表现。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买进市场指数放着，这样才不会像我一样白忙一场。所以那一次的打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危机就是转机，虽然现在我可以平静地回顾那段时间的历程，但是我相信当时的我真的是压力爆棚。那段时间我常常说就像是蜡烛3头烧。后来我是怎么走出低潮的呢？当时我脑中一直浮现2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天助自助，第2句话呢是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所以后来我决定重新站起来，开始行动。我举办了一个投资社团，邀请很多投资同好一起来分享。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投资的研究会，但实际上我是最大的受惠者，因为我可以看到各路英雄好汉他们的投资心法和方法，也可以从中学习他们的优点。后来我也看到一些国外的统计，才发现其实有超过 90% 的专业投资人长期的投资绩效其实也是落后大盘。这个发现让我有觉得比较释怀，原来不是我特别差，而是很多人都低估了市场的力量。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逐渐发现指数化投资不只是最适合我的生活节奏，也最适合我的个性和风险承受度。所以我开始认真的研究指数化投资。这个经验也成为几年后我推动金鸡计划的种子。所以如果你现在也面临着中年危机，
或是经历人生的重要关卡。希望我的故事能够带给你一些力量，帮助你突破成长，祝福你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后来到了2019年，我开始带着孩子实际执行金鸡计划。我也遇到很多爸爸妈妈问我说，老师，可不可以投资这个？可不可以买那个？金鸡计划适合我们吗？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他们的焦虑，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投资信仰。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有深刻的体验，所以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接纳指数投资来推广金鸡计划。所以我也希望那些还在迷惘的朋友能够从我的故事中找到投资的信念与方向。事实上，我们的金鸡计划不只适用于孩子，只是因为孩子能够参与的复利时间比较长，成本比较低，所以效果也特别明显。但是对于大人，对于成年人来说，当然也适合。或许因为我自己已经进入中年阶段，所以我也发现很多大约在40岁上下的家长，或多或少都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不安。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单亲妈妈，她重复的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她说她真的很希望能够在金鸡计划里面找到退休的方向。所以我用一个简化的概念跟她分享。就以目前2025年在台湾的基本工资，我们的时薪大约是接近200元。如果我们能够把每天只要工作1个小时的收入，也就是大约200元的金额存下来参与金鸡计划，那么参考过去的历史报酬率，我们持之以恒的投资累积复利，哪怕是一个40岁左右的成年人，只要能够每天用这样的小金额来累计，那么到了65岁退休的时候，一样有机会养出一只价值将近800万的金鸡母。而且这只金鸡母呢，还能够在退休之后，每年帮我们生出大约24万元的金蛋，也就是相当于每个月2万元的被动收入，能够提供我们生活上的补助。我相信呢，这个对很多人或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实用，而且能够看见希望的好消息。当然了，如果你的收入水平比较高，那你的金鸡母未来可能会更强壮，你的金蛋可能也会更有价值。但不论如何，重点就是要开始采取行动。我发现有很多人听到投资啊、理财啊、买 ETF 啊、报酬率啊，就觉得这是财经新闻里面的专有名词，感觉很烧脑。距离自己呢每天上下班啊、买菜啊、接孩子上下课的生活，好像很遥远。但其实它离我们超近的。有一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想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给未来的自己一个小小的承诺，哪怕是每天只存200元，但是就像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写了一封信，我没有忘记你，我正在为你而努力着。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存钱筒，或者开立一个专属的投资账户，设定每月自动扣款，这就是踏出行动的最好的第一步。而在我们的金鸡计划的社群里面，我也会陪着大家一起存钱，看着我们的金鸡母一起长大，一起见证复利的奇迹。最后，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面也有我们的金鸡计划连结，如果是新朋友，您可以直接透过这个连结进一步了解金鸡计划的内容，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看看其他的家长怎么做，怎么陪孩子一起理财，也看看其他的大朋友如何从40岁开始重新的为自己的未来做好规划。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也非常欢迎你帮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分享，特别是感到迷惘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正面临财务瓶颈的朋友。顺带一提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也开始更新了，我们的目标是每周5更新，会透过卡通短片的方式，用轻松有趣的风格，让家长和孩子都能够轻松的学习理财知识。所以也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把这个理财的种子撒进更多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更欢迎你帮忙分享给身边的家长朋友，带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养成金鸡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 Juli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